16000米宽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，大卫竟然直接飞了过去。这场让全球观众直呼不可能的魔术，大卫科波菲尔却真实的做到了。你们当年看这个魔术时可能还是个孩子，你绝对想不到这场魔术中的奥秘。那么今天就满足你的好奇心。表演前，大卫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边，他用望远镜看了看，接着沉下心进入冥想状态，身体慢慢飘离地面，悬浮在空中。很快一个圆环直接从他身上穿了过去，紧接着第二个圆环也从另一个方向顺利穿过。这两个圆环就是为了告诉你他没有任何支撑或者绳子吊着。紧接着他彻底腾空飞向峡谷对面，而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大卫却在空中一脸的享受，甚至比你们坐飞机还平稳。很快他就稳稳降落到了峡谷对岸。这场魔术让人不敢相信，在1984年那个时候，你能想到有什么科技能完成这样的魔术呢？任谁看了都会惊叹这样的奇迹。但是任何魔术都会有破绽，并且这场表演的破绽其实非常好找。大卫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逃生魔术以及穿越长城这些经典魔术，全是满场观众现场见证，却唯独飞越大峡谷这场魔术，现场只有摄制组和一名女歌手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整场魔术表演全程都是受控环境拍摄的，因为没有现场观众的牵制，他们就可以随意更改拍摄角度以及灯光效果，甚至如果哪个片段不满意，还可以从头来拍，完全没有顾虑。首先可以确定，大卫并不是凭空漂浮，他不管是起飞还是降落，都可以看到一个小的背景墙。这个背景墙应该是为了遮挡后面的摇臂特意布置的。看他垂直上升的动作就可以发现，他根本不是自己飘起来的，是幕布后面藏的配重升降装置把它吊起来的。如果仔细看，就可以隐约看到摇臂投射到花瓶上的影子。肯定有人会反驳我的这个说法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浮空的时候，两个圆环又是怎样穿越的呢？魔术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，圆环上有很多条黑线，并且这些黑线的位置不偏不倚，刚好在大卫浮空的高度。大卫的身体一直将摇臂遮挡得严严实实。当圆环划过的时候，圆环上的黑线其实是隐藏荷叶，在接触到摇臂后会立即打开，让摇臂从圆环中穿过去，随后它们会马上闭合。穿越第二个圆环时，因为摇臂就在大卫身后，因此镜头给得特别近，就是为了防止露馅。起飞前的这几个环节基本就是机械装置和镜头相互配合完成的，而飞越大峡谷的环节，大卫更是把魔术手段用到了极致。上一个镜头他还在穿越圆环，画面一切换，下一个镜头他就飞得又高又远。真要是连续拍摄，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视角变化，而且全程飞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他的正脸，只有最后才给出一个特写的脸部细节。这个飞行的镜头其实很好解密，有人说这个是后期合成做出来的特效，但其实这些镜头都是实拍的，因为在大卫飞行时，我们可以清晰的在地上看到他投射上去的影子，而大卫是被一架直升机吊着飞越峡谷的，因为从穿越圆环到飞行画面之间的跨度极大，中间摄制组可以做的工作太多了，并且远景镜头一直刻意避开对大卫上方的拍摄，就是为了避免露馅，并且以当年马赛克一般的视频清晰度，大卫身上的钢索根本就看不出来。而大卫飞行的脸部特写都是他单独在绿幕前拍的，在后期合成到飞行画面里，因为他脸部的光线阴影以及衣服的细节都有细微差别，并且这么高的高度，大卫的头发却只是微微吹动，明显不符合常理。在飞行3分钟后，大卫也成功的到达了峡谷的对面，而落地的原理和升空如出一辙，只需要把所有的步骤都反着来一遍。大卫坐在摇臂上，然后摇臂不断向背景墙的位置收拢，原本拍大卫正面的镜头慢慢转到他身后，看着像是他在动，其实是镜头移动造成的假象，就是为了制造出悬浮的错觉。等镜头转到正后方，摇臂再将大卫拉到背景墙的面前，这场飞行魔术就彻底结束了。说实话，以这样的魔术表演思路，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极为精彩的魔术，更何况在40多年前的科技水平。因此当年许多人对大卫拥有超能力这个谣言深信不疑。但通过解密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所有的魔术都是用精密的道具、特殊的拍摄镜头以及极致的表演手法的极致配合达成的，最终只为了带给观众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。大卫用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，让观众感受到了魔术的神奇，收获了轻松快乐的心情，这就够了。
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可那些被魔术惊艳到的瞬间，却是真真切切留在心里的。这就是魔术真正的魅力。